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全网都在议论肖战，但看到他和杨紫拍戏时的小动作，我才发现自己错怪了他。肖战最近备受关注，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搜索排行榜上，着实让人意外。与此同时，他本人却保持沉默，一言不发，这令人惊讶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源于他粉丝的极端行为，引起了娱乐圈的轩然大波。肖战工作室很快回应并道歉，而肖战本人却一直保持沉默，这也是出人意料的。其实，肖战的人品很好，成名后依然保持谦虚。然而，这一次他却成为了全网批评的对象，这确实不公平。通过观看他之前的一个视频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误解了他。和杨紫合作的时候，杨紫拍戏的时候被要求穿高跟鞋，但拍完戏后她就会换上自己的鞋子。有一次，当他们过一座拱桥时，我们看到她拿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双女鞋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拿着女鞋显然不是为了穿，而是为了帮杨紫拿着。这个小小的举动表明他对女演员非常友善和关心。看到这一幕后，很多网友开始认为肖战可能是一个真诚友善的人，我们可能会因为他粉丝的行为而误解他。其实，要判断一个人的行为，了解他的个人品质就足够了。如果您还不够理解，请不要急于下结论。肖战这次一直保持沉默，所以他的态度还不清楚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和疑问：肖战为何选择沉默？他是否意识到他的粉丝行为可能会引起争议？他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？他愿意表明立场吗？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拭目以待。或许肖战也有他自己的考虑，他可能希望通过沉默来解决争端，也可能是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。无论如何，人们对肖战的看法在这件事之后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他的善良和真诚。然而，他为何选择保持沉默，以及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，仍然令人费解。或许他在等待机会，又或许他相信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好的答案。我们只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耐心，继续观察他的后续行动。总而言之，肖战最近的走红确实是出乎意料的。虽然粉丝的离谱行为引发了争议，但他自己的性格却让人们重新审视他。他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，对待合作伙伴真诚友善。然而，他为何选择保持沉默，以及他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仍然是个谜。不管怎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如何处理这个尴尬的局面。回顾：杨紫揭开20年前酒店事件真相，助理导演半夜闯入。在娱乐圈中，众所周知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杨紫，这位时下备受关注的顶级明星，20年前曾经历过一场难以承受的酒店事件。当时，一名副导演半夜闯入他的房间，将他和行李扔在街上。这次经历极其悲惨。大多数人第一次认识杨紫是在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，她在剧中饰演女孩小雪。她学习成绩优异，外貌出众。他和哥哥刘星的日常争吵，让人如此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姐弟之间的感情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自从节目播出之后，杨紫似乎就消失在娱乐圈的幕后，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。直到多年后，她引爆了自己，我们才得知了所有真相。谢天谢地，她成功度过了这一切。童星杨紫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电视剧《孝庄秘史》的拍摄。虽然她在剧中戏份不多，但这也是磨练演技的绝佳机会。家有儿女的筹备工作从2004年开始，不过杨紫一开始并不是小雪这个角色的首选，而是张一山的同学。由于身高差距较大，这个角色最终落到了比张一山稍高的杨紫身上。这部剧的成功与每一位主演都息息相关。可以说，如果换掉任何一个演员，最终的效果都可能不会那么好。然而，虽然杨紫凭借这部剧获得了一些名气，但外界对她的评价却并不乐观。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她的外表并不出众，这可能会影响她未来的发展前景。
杨紫曾被宋丹丹直言：“孩子，看来你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，还是尽快退出吧。”这句话无论是谁听到，都难免心情沉重。虽然杨紫表现出了坚强，但她的内心却受到了深深的创伤。不久之后，她又面临了另一个困难。家有儿女成功后，很多人都觊觎这块蛋糕，而毫无背景的杨紫自然也成为了他们考虑的对象。在第3部开拍之前，杨紫还未成年。当时她住在离剧组不远的一家酒店，每天晚上都会背台词。为了提高她的演技，妈妈会陪她多练习，有时甚至练到深夜。有一天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杨紫和妈妈对视了片刻，就有人走到了门口。原来是副导演。此时距离拍摄结束还不到1周，副导演突然找上门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副导演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他许久，然后副导演毫不犹豫地向他宣布：“资本家的女儿抢走了你的角色，你赶紧收拾行李离开吧。”杨紫甚至忘了回复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成年人都难以承受，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。抢角色被说是无耻至极，令人憎恶，令人难以接受。杨紫的母亲不得不强忍悲痛，但还是礼貌地送走了副导演。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强势介入，另一方面是圈子里的副局长资源雄厚，没有人敢得罪他们。在那个寒冷的夜晚，杨紫和妈妈站在北京的街头，交通繁忙，寒风呼啸，此时已经是午夜了。她只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出酒店，她紧紧地抱住妈妈取暖，泪水从脸上流下来。很多年过去了，但那个夜晚的记忆依然清晰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就发誓要变得强大、出名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今天，她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，未来她将会更加辉煌。02，有一种神仙友情叫张一山和杨紫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。娱乐圈中明星之间的友谊一直都令人羡慕，因为作为明星，他们的工作环境多变又忙碌，他们想要保持良好的友谊，互相扶持确实不容易。尤其是男明星和女明星之间，更容易引发各种绯闻和猜测。然而，有2位明星却能够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纯洁的友谊，他们就是张一山和杨紫。2位演员在《关于家人的一切》中扮演兄妹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。电视剧拍摄完成后，张一山和杨紫成为了好朋友，他们也被同一所学校录取。可以说，他们的命运是巧合的，而这种友谊一直延续至今。他们的友谊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。外界一直质疑他们是否相爱，但2人却用行动证明了对方在彼此的生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。除了友情之外，张一山和杨紫的合作也非常好。在一次活动中，他们一起走红地毯，并在签名墙前签名。由于2人并不知道签名墙的位置，所以就一直四处寻找。从他们的动作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杨紫走在前面的时候并不知道签名在哪里，而张一山则在身后不断提醒着他。杨紫回头看了张一山一眼后，2人互相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一起向前走去，过程中互动频繁。这样的友谊确实令人羡慕，尤其是杨紫有时会有些迷茫，但张一山总是很照顾她。他们的化学反应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只需要看着对方，他们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在娱乐圈里，这样纯粹的男女友谊是非常少见的。张一山和杨紫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神奇的，他们不仅在工作上互相理解、支持，在生活中也互相关心。维持这份友谊确实需要很大的耐心和诚意。然而，让人好奇的是，这段看似无懈可击的友谊背后，是否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情感？也许他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但也不排除他们会有进一步的发展。毕竟，他们的化学反应和互动感觉有点不寻常。不管张一山和杨紫的关系如何，他们的友谊都是弥足珍贵的。他们的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友谊可以超越性别和其他因素，而他们的友谊也给了我们很多思考。在这个看似浮躁的时代，还有纯洁的友谊吗？男女之间的友谊真的会像现在这样牢不可破吗？这些问题令人困惑，却也激励我们去探索和珍惜真正的友谊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。
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